在集权国家，专制思想对民众的毒害是全方位的，哪怕一个无权无势的小民，他脑子里也住着一个小号的皇帝。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开始今天的环球要闻，还是5件事。第一件事啊，聊一下国内正在热议的一个政治化事件。这个政治化是我们上初中时候的明星，他有首歌呢叫《水手》。70后、80后无论是这个中港台都听过。他最近在中国大陆的深圳机场遇上事儿了，是因为当地的这个车子它不够，差25厘米，他就进不了机舱。看着两边人呢不动手，他只能出言相告人家才把他给抬进去。他感觉这个活动不好，对残疾人不友好，然后呢他就发微博吐槽了一下，他自称的是连滚带爬进了机舱。这件事儿这就让那个现场的人员差点要丢了工作。而这个时候郑智化出于仁慈之心就道歉了说没必要，没那么大事儿，不是连滚带爬，用词不当，就是这么一个小事儿。那个视频我相信大多数都看了，你确实差25厘米，人家上不去，两边的人袖手旁观，最后求俩人帮忙才弄上去，对吧？工作没做到位你就要接受世人客户的批评，这没什么。但问题是政治化这个行动就惹恼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小粉红，这微博上直接就开锅了，开始大骂政治化，骂的话都非常难听。比方有一位姓韦的自称叫韦子，这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呢。你孔子说可以说孔子，孟子说孟子，你姓韦，你说韦子，你有啥著作连作家都不是。他就说要警告台湾的一些艺人，你来大陆是讨生活的，你们是网红，你们是打工的，怎么能向老板提意见呢？这种声音它绝不是个例，代表了大多数超过50%的中国大陆的网民，他们都在声讨政治化，不识抬举。毕竟你没有连滚带爬嘛，毕竟人家把你扶进去了嘛。在这儿你就知道中共的集权思想实际上是渗透到每一个平民的。他哪怕无权无势，他脑子里带入不是政治化，而是深圳机场。深圳机场就是深圳政权的代表和延伸。说到底，你得罪我们大陆了，那就不行，实际上你就得罪了我。在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国内的一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轻人特别喜欢那些宏大叙事，一看书或者一看那电视连续剧他必看叫什么千古一帝，要么就是什么统一六国。秦始皇在他们眼里那就是 No.1， 统一六国嘛，大皇帝嘛。而实际上如果说时光可以倒流，你让他穿越回去，他是不可能当秦始皇的，他顶多也就是那个修长城的力工，是个民夫而已。但是你看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弱者残疾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相求才完成了登基。他不认为自己是那个残疾人，他认为他是深圳机场，这不就错位了吗？实际上我有2种假设，一种如果说政治化这件事发生在美国，美国机场服务不到位，有25厘米上不去，人家不管，又得求人才上去，那他们马上就会完成了双标，他们就会大骂这个美国机场，你歧视我们华人，歧视台湾同胞。这时候他就带入到那个政治化了，他就不带入到美国了。因为什么呀？美国在他们的思想中那就是敌人的意思。另外我们还有一种假设，政治化是个歌手，如果说他挂了深圳市政协委员、侨联委员，
国台办或者是当地的台办副主任陪着上飞机，你放心吧，绝对齐齐的，连1厘米都不带差的，还得给他先推进去。这是什么？这是咱的贵宾。同样是一个年轻人，3种不同的场景，他就有3种不同的代入。你觉得他们是理性的呢，还是受了专制思想的毒？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第二件事啊，还是讲一件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儿，那还是老川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大事件。在前天呢，不是有2架飞机30分钟之内分别掉海里了吗？我已经出过这个节目了，大家可以去看，损失了1亿美金呐，多心疼。川普啊，在第2天啊，他对外发布说，可能啊，首先啊，他作为中央情报局的那个最终服务用户，他肯定知道什么初步原因啊。他在对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是油料的问题，油不合格。你说这个直升机还是那个飞机啊，它烧的是航空煤油，这油谁供应的？难道不是你固定的客户吗？就是咱们的一般车子都有油品不合格，他要报警，你这1000多万啊，5000多万的战斗机，难道就没有油品检测的报告吗？你看，他怀疑是油料，即使是真有问题，那也是管理的问题，也是设备质量的问题。这个作为国防部长、3军总司令，难道不应该检讨吗？为啥在拜登时期没这事儿？第二啊，我想说一下，今天啊，他又改口了，他不再说油料的事儿了。我感觉呢，他这个没有经过一个理性的思考。他说，这个事故啊，可能是弹射系统的，因为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弹射系统的是电磁的，这个已经比那个蒸汽的完成了一个升级了。这个升级体现在哪儿？那就是快，电磁可以1分钟弹射一架飞机，1分钟啊一架。如果是那个原始的蒸汽，每弹够8次，它得歇20分钟。比方说，一个机队10架，咱们要去轰炸某一个秘密地点，你都上去8架了，你还不能走，你得在那盘旋着。为什么？不够啊，还有2架飞机没弹上来呢，是因为你的蒸汽弹射不给力，需要蓄气20分钟以后再弹上去，耽误不耽误事儿？真正打仗的时候，如果对方人家是电磁弹射，1分钟一架，1分钟一架，根本就不用停歇的，那这作战效率能是一个级别吗？所以说现在啊，好的航母都用这个电磁的弹射，这实际上是一次迭代。但是啊，今天老川讲了，这个不行，而且呢，他认为那种蒸汽弹射非常壮观与美丽，他很喜欢，他希望航母啊要改回来。你没听错啊，是要把那个电磁弹射拆了，改回蒸汽。我就想问一下老川的一些支持者们啊，你搞房地产呢，可能是个内行。但是这电磁弹射你不内行，你不内行不寒碜啊，那你为什么总要改回来呢？而且他说要签署一个行政令，我啊作为美国纳税人，我反对这一点。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原来是个马车，后来呢你改汽车了，汽车确实在使用过程中有问题，比如你太快了，化油器坏了，轮胎爆了，但你不能因此就否定汽车的先进性，再改回马车吧，多么浅显的道理呢？另外啊，他提到的这个弹射有一个逻辑，我感觉没想通，那就是如果这次是弹射系统出了故障，那另一架直升机你咋解释？直升机是不用弹射的，直接往上拔的。所以说啊，老川很多想法呢，我感觉他并不是建立在逻辑上去讨论问题啊，可能还是过于这个表面化。如果谁懂老川，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就是他说的对吗？你可以把逻辑链条告诉我们。第3件事还是讲一下美国的。加州州长纽森说，过了明年中期选举之后，他就决定是否参选
美国总统，2028年，我是比较看好他的啊。因为另外一个前副总统哈里斯呢，他说他也没有放弃。我倒是觉得同为加州出去的政治明星，能不能说互相谦让一个？美国总统他不是轮值，他只能一个。如果说以美国民众认可的程度啊，一个老白男纽森，我觉得挺好的，也比较温和，既不极左也不极右，这大家试一试嘛。我感觉啊，红脖子的那些地方，包括一些少数族裔啊，还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接手一位女总统的领导，不是能力问题，是心里那个坎儿啊过不去。而人本身他就是感性动物，你要尊重这个现实。好，第四件事呢是纽约啊，马上要选出一个穆斯林30多岁的90后的市长了。我看了一下，91年现在是34岁入籍，才7年的时间。出生在美国，后来呢带到乌干达，后来又回到美国啊，这个是美国公民。以目前的投票数据，包括民调来看，他还是领先的。虽然说他自称什么社会主义者啊，但我们还是要看他施政的政策。毕竟美国是一个民选社会，他在干的过程中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毕竟议会还可以罢免他嘛，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试一试。既然有人支持，那也代表了纽约的市民的民意。在这点有一点不太和谐的地方是什么呢？老川给他扣了一个帽子，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那共不共产，那要看实际情况，不能乱扣帽子，对吧？另外呢，他说要调查一下啊，说这个人呢，在入籍前他没有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以这个理由呢，可能要剥夺他的美国公民的这个资格啊，那这就没法当市长了。这个你也说不过去，他完全是入籍以后，他才成为这个社会主义者的，这是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啊。如果说在民选社会，民众投了他的票，应该给他机会啊，展示一下。毕竟他不是国王，他也不是纽约市的国王，行不行啊？还是拉出来溜溜啊？我们要保持这个观望，不轻易进行否定。第五个呢，说一个现代的笑话吧，那就是普大烈又贡献了一个，他前天穿着迷彩服啊，大模大样的又拍了一个真人秀，告诉这个世人，俄罗斯刚刚试射了一个核动力的导弹。你没听错，是核动力啊，这是头一份。他提到这个技术领先在哪儿呢？它可以永远的飞行，它有一个核动力的装置，而且啊，他说飞了14个小时，也就是讲，他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因为他不用担心燃料问题。这确实啊，在技术上是一个进步，但是他们这些事儿呢，遇到一个技术上的 bug， 就是飞行速度是亚因素。你看，你飞的时间再长，飞10几个小时是优势吧？是长板，但你短板就太短了，你速度太慢啊。如果你亚音速的话，自从你飞出来就会被卫星捕捉，就会被进入拦截系统测算，它就容易被打掉。如果你在自己的国土刚飞出来没多久，在加速的过程中被打掉了，你污染的不是自己的国土吗？如果这个导弹是一个多弹头分导的，行吧，那你这10几个弹头啊一起训爆，你这块寸草不生，100年别考虑住人了，那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切尔诺贝利事件。所以说，一款武器你不光要看它的长板，最重要的还是看短板。另外，老川也回应了，说你这个时间飞得太长啊，也没用，我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一艘非常先进的核潜艇，就在俄罗斯海岸的公海附近，随时观察着你呢。你只要飞出来一个这个东西啊，我既能拦截，我也能对你进行反击。他这句话呢，说的是对的。在军事对抗中，不是讲谁的武器先进，而是谁更拥有反击对等的力量，防止你冲动的时候能够恢复冷静。
因为毕竟谁也不想同归于尽吧。好，今天这5件要闻，欢迎各位共同探讨，在留言区咱们来留言。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的这个环球要闻，咱们明天见。再次感谢您，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